原来坐轮椅打球不单单坐轮椅，一只手拿球拍打，另外一只手要操纵那个轮椅。曾经有一次就是坐在轮椅上陪他们打，就跌下来，脚受伤啊，好几个月才恢复哦。用凌厉的球拍搏击赛场风云，用冷静的笔尖记录时代风雨。纵横新闻界数十载，在经历风浪与千帆后，他选择将满腔大爱倾注在残疾运动员的梦想中。让我们走进谢崇文的世界，看他如何跨越荣耀与平凡，游走于球拍与笔尖。谢崇文，谢大哥，你好。你好。首先呢，请你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你小时候是住在哪一个kampung，在哪里跟朋友玩狗力还是玩什么的？我小时候是住在铁巴萨对面的一条巷，叫牙轮街。英文是 Garden Street 很漂亮啊，好像花园这样啊。这样，你小学是在哪里？我小一的时候是在崇正小学。因为崇正小学是以福建人为主，就有一些小朋友啊，他知道我是潮州人，那么他就讲，你潮州人要滚回你的端蒙小学。他说我们这边是福建人的，虽然他们是小孩子是开玩笑的。但是我看他们对我很不友善，所以我回家的时候就跟我父亲、祖父讲起这个事情，所以小二的时候就把我转到端蒙小学分校。那端蒙是潮州人，对。那么到了端蒙分校的时候，有一个好处就是，原来我那条街的很多小朋友都是读端蒙小学，因为都是潮州人嘛，所以变成我认识的人多了。反正在崇正小学，因为没有认识几个人。你小时候是怎么开始喜欢上打乒乓的呢？因为我以前1961年，我那时候10岁，也就刚好小4。我们的联络所甘榜个人联络所，就在我家对面铁巴萨旁边了。这个联络所就开放了，我父亲就组织了乒乓队。那我晚上吃饱饭就带我去联络所，看我爸爸他们跟朋友他们打乒乓球。开始是看而已了，后来叔叔哥哥们呢，他就叫我来玩，陪我打了。慢慢我就也是上手了。那么因为有技术比我高很多的这些大人陪你打，当然进步就很快了。那后来代表学校去参加乒乓比赛，对，有没有拿到什么奖？我小6的时候，全国小学排第4名。所以小时候就在乒乓界里面已经崭露的你的头角了哈。到中学呢？我进入华中的时候就水平更提高了。华中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个国家队的扶苏店，那时候我们也是很崇拜他了。华中的乒乓队在训练是一间课室的，那么第一间课室就是这个国手的学长在里面练球的了。因为我推挡比较好，所以就被他选到陪他练的2个其中的一个。因为他在课室里面有一面镜子，那么他就在比那个手势，比了半个钟头才找我们2位陪练，其中的一位先进去陪他练，过了半小时才轮到我了，这样陪他练当然进步就很快了。因为他国家队他出国比赛，他从那些世界强队里面学很多东西，他回来我们就从他身上学很多东西嘛。接下来呢？我到中4的时候，我已经全国冠军了。他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。中4是第一次拿到全国冠军。对，那一年我不是全国中学，是全新加坡的冠军，公开赛的。那时候你拿到冠军，那个心情是怎么样子的？我也没有想到会拿冠军。我们就是一场的打了，都是成人的，都是国家队的。你要进到后面的8强，基本上都是对到国家队的。当年你是代表哪一个？中学联。中学联是属于华中的吗？不是，中学联就是全国的中学选最优秀的那几位去代表。我念到高中就进入南洋商保，
南洋商报乒乓队是非常强的，我们中学联就把他打败了，他就来物色我们这3位中学联的队员，就把我们都拉进去。当时高中出来当记者的待遇很高嘞，比外面的公务员还高，所以当然就很乐意咯。那时候有没有想到说，我要当记者？我在学校的时候有搞壁报的嘛，有帮他们写稿了。还没有进入南洋商报，他们就邀我，比如说因为我出国比赛，他就讲你帮我写稿啊，访问比如说中国的世界冠军啊，因为我们可以接触他们嘛。但我就没事有投稿了，帮他写稿，所以他就主动的就说啊，你就进来做体育记者了。就很早就内定了啦。基本上是内定的。刚开始加入南洋商报，你对这份工作会不会说很 enjoy 还是？比如说跟我一起出国去比赛的那些，像很多人崇拜的郭金松啊，那些足球名将啊，那些我可以直接跟他对话嘛，因为他运动员，我是运动员，而且他们拿铜牌，我们拿金牌嘞，我们还比他厉害，所以变成我们要跟他交谈，要访问他，很直接了，所以也比同行占很大的优势。我那时候还是国家队的时候，比如说1972年中国乒乓队来新加坡访问，那时候非常轰动。因为我是运动员也是记者嘛，所以轮到我比赛的时候，我就下去打了，打完我就蹲在场边写稿了，因为我要交稿嘛。我们接稿时间是晚上11、2点，打到来9点10点，很紧张了，马上打完就蹲在旁边写，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啦。那时候的比赛谁输谁赢啊？其实他们水平比我们高很多了。我们所谓有人赢，包括我，都是他们让手的了。真的？你怎么知道是他们让手？因为我们的技术不如他的嘛，一看就看得出。其实当然他也不是故意打输这一分，他是让着你喜欢打什么球，他就迁就你了。中国队是每到一个国家都是让你赢1分的啦，他不会说打你5比0、10比0这样的。是友谊赛了哈。他们的口号就是这样啦，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嘛。那当时比完赛就在场边开始写，那时候是用笔跟纸写的哈。对，所以我们用小的簿子，就是一页大概200字，写完了就撕。我们有一个勤务员呐，就交给他，他手上拿了一贴，他就送回去，要排字的嘛。那时候是老式的要排字的，他就一直来回跑了。说当年没有所谓的手机或者是电脑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传真也没有啊。写字当然是比较快啦，尤其是乒乓嘛，我的本行来的嘛，所以就其实对我们来讲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才20岁左右，也很轻松了，不会太累了。这样你在报馆做了几年？40年，其中30年是在体育组。当然，我从记者后来成为体育主任了，后来就被调到意外组负责意外新闻5年，然后最后5年是在国际新闻组。体育组跟意外组和国际新闻性质上有什么很大的不同吗？当体育的时候，我是占很大的优势了。那么到了意外，我没有跑过意外新闻，但是他叫我去管意外新闻的记者。当然，在这5年里面，刚好发生了黄娜事件，就是一个中国8岁的小女孩在菜市场被谋杀。当时我们拿到很多独家新闻了，我记得前后我们做这个新闻59天，基本上这59天我都没有休息的，就是没有周假的了。那么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巴斯潘江果菜市场。我小时候就是住在铁巴萨果菜中心的那对面的那条街，后来这个果菜市场就移到巴斯潘江，所以我那些小时候的玩伴啊，那些亲戚朋友啊，就是在那边工作，所以我拿新闻就比较占很大的优势那时候我们也拿到独家新闻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他们给我一手资料之后呢，就告诉我，你找谁，那个就是谋杀黄娜那个的老板，阿豪的老板，
所以我们拿的都是独家新闻，包括这个阿豪借了那个电单车去载尸体啊什么，我们都拍到那个电单车啦什么新闻，我们都是每一天都是独家的啦。哦，那些都是你的线人啊。啊，对，我所谓的线人。我们就谈你退休那个时候是哪一年？你还记得？我退休是2013年，62岁了。在之前3年前，我就接手去训练残疾乒乓队，就是包括坐轮椅的、手脚有问题的。那么变成我退休了，还是有事情做了，是不会完全没有事情做，所以一个礼拜3天就在教这个残疾队。原来残疾严重的那批球员，他是不会排汗的，他的身体不会排汗，所以他打一下子，他打15分钟他就满身热了。那么我们当时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在义顺体育场，义顺体育场是没有空调的，那么我们后来就去买风扇来吹他们，但风扇又不可以放得太高，就放在桌子下面，你太高，你打球就吹掉了嘛，对他们来讲是非常辛苦。后来我们2015年我们东南亚这个残疾乒乓赛在新加坡举行的时候，我们住在金沙，他给我们住在金沙10天，那么住也有空调，比赛场地也有空调，哇，他们就很舒服。后来我们那个残疾体育理事会，因为我们有拿了一面金牌，他就给我们在OCBC 那个国家体育场那边拨出一个地方给我们摆4张球台，那么他们在那边就变成很舒服，所以就也练也进步的比较快了。那我们再说回你在残障乒乓协会，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人士啊，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呢？其中一位队员就是海军发生意外的那个朱永辉，他叫杰森基了，他在医院昏迷了，好像整8-9天才醒过来，被再救活。因为这个人是很好胜的，他就这个医生就告诉他了，你一定要参加一项运动，对他的康复方面比较好。后来羽毛球、乒乓是室内的，就给他选，他就选了乒乓球。选了乒乓球，他带来我那边训练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，你打直拍还是横拍？他说我是左手的，现在我的左手断了，没有左手了，整个切到了。那么两条腿也断了，所以剩下右手，而且这右手5只手指是剩下2个半的，这个拇指也没有了，2个半。那么我说你这样怎么样握拍？他说医生给他一个套在那个拇指那边，所以他还是可以一二拇指跟食指还可以握拍了。那我说你打直拍还是横拍？他说他打直拍，我就给他一支直拍就打。他练了几个月之后，他说他要出国比赛，刚好碰到东南亚运动会，在缅甸2014年，因为那个残疾运动协会就说，他如果能够打50个球，来回跟你教练对打50个球，我就给他代表。结果我们录了他的像，给他打到100里，哇，这样超出预算。那么那个总会就说，就给他代表，碰到很多问题，因为他军队要保护他，因为他是因公受伤的，他就讲这样他去谁照顾他？那当时没有护理人员跟他，那么军队又不可能派一个人，还好我们队里面的秘书长兼这个队长是医生来的，也是小儿麻痹症，他是坐轮椅。他说你放心，我就是队医了。我们本来就有队医，我又是乒乓队的医生，所以肯定没有问题的，就跟他担保什么他的军队的军医才肯给他去。我就
教练当他的护理人员，等于他的 caregiver 啦，帮他推轮椅啊，帮他什么都睡在我旁边，特别照顾他啦。那么他也就是很努力。到2015，他加入我们2年之后，他就帮我们的团体拿了金牌，他个人拿银牌。那么过后我就准备要退休了，他就讲没有我单打才拿银牌，我还要打多一次要拿金牌，我就答应他了。好了，2017再 try 多一届。那么哪里知道2017年头的时候，因为比赛是在9月份，他在年头的时候，他的右眼啊就中癌症，又挖掉，所以我当时就跟他讲，我说你2只眼睛的时候你拿第2名，你现在剩下1只眼睛，你怎么样拿第1名？他说我要 try， 他不放弃，结果最后真的给他成功，他把当时拿第2名输给那个泰国选手，他打赢这个泰国选手，而且打赢2个泰国选手，所以最后他拿金牌。我虽然是他的教练但是我从他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，包括我要教他们的时候，我要坐轮椅吧。后来我发现，原来坐轮椅打球不单单坐轮椅，一只手拿球拍打，另外一只手要操纵那个轮椅要摇动。所以我曾经有一次就是从那个轮椅上面坐在轮椅上陪他们打，就跌下来，脚受伤好几个月才恢复是不简单的。所以我在教他们的同时，我也学很多东西，包括操纵轮椅啦，包括他的我这个队员朱永辉的那种永不言输的那种态度。我当运动员的时候都没有他这种坚持的态度。那在这个残疾的乒乓协会吧，你在那边任教练做了几年？8年，前后8年。刚好2017，我的儿子从 Australia 回来新加坡，那么我就趁那个机会退休了，因为他们也完成了，我也拿了金牌了，该赢的都有了，那我就趁着那个时候退休，也帮孩子带孙这些孙子都打乒乓吗？不算真正学打了，他们是要玩，喜欢玩，我们就当作陪他玩了。因为我想他们也不会走上我这条路了，因为我看他们没有这个天分了。你没有说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再争取参加一些国际的比赛？今年9月份新加坡有一个速降的大型的比赛，有外国人可以参加的，所以我也会参加啦。今年我会代表一个球队参加。好，希望你能够旗开得胜尽力。你退休已经是10几年了，对吗？13年了。13年了。那你想跟一些即将退休或者是还没退休的人什么话要对他们说吗？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就突然间退休了之后很快就老人痴呆了，包括我的同事他们可能比较内向，那么也没有做好准备，就是退休之后无所事事他不懂要去哪里。那你平时又不交朋友的话，你要约朋友，有的朋友都不跟你联络了，或者是他们还比你年轻，他们还在工作，怎么样约呢？所以这些都要做好准备的，就是包括像我之前已经去教这个残疾队的，我还有事情做嘛，我孩子又回来新加坡了，然后我要帮他照顾孙，这些都是有事情做的一些迹象啦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，很感谢谢崇文大哥，你今天能够分享很多你多年来的一些心得，谢谢。谢谢。